嘿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解析。我们今天要聊的东西，说真的，绝对会彻底颠覆你对老化的传统认知。我们常常觉得，变老就是无可奈何地走向衰弱嘛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你的细胞深处其实藏着一组可以控制的总开关呢？没错，准备好换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你的身体吧。好，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。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，对，就是你跟我都必须诚实面对的根本问题。你追求的究竟只是日历上不断增加的数字，还是每一天都能够充满活力、自由自在的生活呢？这不光是个哲学问题哦，这可是我们今天所有科学探讨的最核心起点。来看看现代医学数据背后一个挺残酷的现实。你看，现在医疗进步了，我们确实活得比以前任何时代都长，平均寿命大概都来到了80岁左右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健康余命却一直停滞在63到65岁上下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我们虽然活得更久了，却有将近15年的时间是泡在病痛里的。为了弄清楚状况，我们得先把两个观念分开来谈。总寿命很简单，就是你存活的总年数，这叫做数量。而健康余命呢，指的是你没有重大疾病，能够完全独立生活的高质量年数，只是品质。说真的，如果活到100岁的代价是得在病床上躺个几十年，那这绝对称不上是赚到了，你说对吧？这也就是所谓的15年失能差距。这可不只是冷冰冰的数据，这背后是非常沉重的现实。想象一下，生命的最后10几年，只能跟轮椅、医院还有吃不完的慢性病药物作伴，但这一切真的是无可避免的宿命吗？现在我们要从这些巨观的现象稍微打开引擎盖，深入到你的细胞层级，去看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接下来进入第一部分，细胞层级的根本原因。蛋白质网络崩坏。其实决定我们到底是提早衰老，还是能保持活力充沛的关键，就藏在我们体内的一群分子里头，也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网络。随着年纪增长，我们体内正悄悄发生一场可怕的双重崩坏。一方面是支撑身体的结构性蛋白在流失，另外一方面则是调控细胞的代谢与长寿蛋白开始大宕机。当这两边同时出状况，老化就会像雪崩一样直接压过来。让我们先来聊聊第一种崩坏，也就是结构性蛋白。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你身体这栋建筑物的生物钢筋水泥，像是胶原蛋白负责提供坚固的支撑，弹力蛋白给你回弹的力量，它们联手为你的身体打造了最基础的结构，还有坚固的防护装甲。但残酷的是，成年之后，这些蛋白质的合成几乎就停摆了，甚至开始断裂。千万别以为这只不过是脸上多长几条皱纹而已哦。你想想，血管变得僵硬，心血管风险就跟着飙升，肺脏失去弹性，呼吸就开始变差，连骨骼和关节都开始退化，头发变脆，皮肤屏障也受损。这关乎的可是你最基本的生存结构正在瓦解啊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种崩坏。如果说结构性蛋白是钢筋水泥，那这些代谢与长寿蛋白就是细胞的引擎与刹车了。它们就像是一组总开关，精准控制着我们的细胞什么时候该生长，什么时候该进行修复，以及什么时候该启动发炎反应。偏偏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把这套系统给彻底搞砸了。因为营养过剩，我们体内一个叫做 mTR 的老化加速器就一直卡在开启的状态，这直接把细胞清理废物的自噬作用给关掉了。同时 NF-κB 这个蛋白又引发了全身性的慢性发炎，结果就是老化加速器一路狂飙，但负责修复 DNA 的关键引擎，像是 sirtuins 跟 AMPK 却是处于关闭状态，导致细胞的损伤越积越多。那你可能为什么修复引擎会关闭呢？来听听这个惊人的数字，80%。随着我们慢慢变老，用来驱动 sirtuins 进行 DNA 修复的一种关键燃料，叫做 NAD+， 它的水位会发生断崖式的下跌，降幅高达80%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跑车引擎再好，油箱里却连一滴油都没有，那细胞当然是毫无防备能力，只能任由老化现象在你体内肆虐了。好，那我们进入第二部分，具体行动蛋白质总开关策略。
听起来很吓人，对吧？但好消息是，我们绝对不是只能坐以待毙。这套科学干预策略有3个非常明确的步骤：第一，提供身体顶级的建材；第二，手动去关掉那些失控的老化加速器；最后，重新唤醒那些正在休眠的细胞修复引擎。第一步就是我们的营养战术。如果你已经超过50岁了，身体会出现一种叫做合成阻抗的现象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把吃进去的蛋白质转换成肌肉的效率变差了，所以你反而必须吃的比年轻时更多。每天每公斤体重，你需要摄取1.2到1.6克的优质蛋白质。而且你需要那种小于3000道尔顿的小分子水解胶原与弹力蛋白胜肽，这样才能真正被肠道吸收。对了，别忘了维生素 C、锌和铜，这3样可是启动胶原蛋白合成绝对不可或缺的神队友。第二步，我们要学会帮身体踩刹车。透过策略性的间歇性断食和热量限制，我们可以很有效地把 mTR 这个老化加速器给关掉。只要一关掉，身体就会马上启动自噬作用，开始进行大扫除，把细胞里那些坏掉的蛋白质垃圾通通清出去。另外，平时可以多摄取深色莓果、橄榄油里头的植化素或是白藜芦醇，它们就像是细胞专属的灭火器，能超级有效地扑灭体内那把慢性发炎的无名火。第3步，把引擎重新发动。告诉你，运动真的有双重魔力。阻力训练可以对抗让你肌肉流失的肌肉生长抑制素，而有氧运动呢，更能诱发一种叫做 Colothal 的抗衰老蛋白，等于是帮你的大脑和心脏穿上了一层防弹衣。除此之外，透过补充 NMN 或 NR 这类的前驱物，我们能直接拉高刚刚说那个暴跌了80% 的 NAD+ 水位，这就等于是为你休眠中的修复蛋白直接加满最高级的燃料，让细胞修复机制重新运作起来。来到我们最后一部分，100岁愿景抹平失能鸿沟。听完前面这些有点硬核的科学机制，现在让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。我们现在在谈的可是实实在在的要夺回那失去的15年啊！这绝对不是叫你傻傻的去等什么未来的长生不老仙丹，而是我们现在就能透过科学，在细胞核深处按下老化的暂停键。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你的总寿命跟健康余命完美重合，让你真正去享受一个充满活力的100岁人生。所以说，最关键的一点，就如同这句话所说的，健康余命是透过我们每天吃下的食物、进行的运动与主导的蛋白质所建立的。真正的长寿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日常实践，它完完全全深植于蛋白质科学之中，体现在我们每一天的饮食选择、身体活动，还有你怎么精准调控体内的细胞机制。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，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你好好想想。我们刚刚已经一起看透了细胞层级的运作原理，也掌握了扭转衰退的具体方法。那么从今天开始，你所做的每一个选择，到底是在打造一个勉强应付晚年衰退的身体，还是一个准备好迎接精彩100岁人生的强健体魄呢？去把这套蛋白质总开关的知识真正用在你的生活中吧。我们下次见喽。